大家好我是优步。今天我们讲一下风水。其实风水的风就是指物质的属性、物质的形态，而水呢，则是流动和变化。那么风水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其实最核心的就只涉及到4个字，也就是心生万法。非常简单，因为大道至简。要知道很多的道理就是这么的言简意赅，但是越是简单的道理，人们往往越不去在意。其实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，其中所蕴含的道理与能力，很多是我们出走半生后才能领悟的。为什么风水的核心是心生万法呢？要知道所有的风水中，第一风水是什么呢？很多人都知道，所有的风水中，第一风水就是人。而人的第一风水是什么呢？其实是心。那么人的第二风水是什么呢？是嘴巴。人的第三风水是什么呢？是行为。而我们的嘴巴和行为是靠什么来驱动的呢？其实是我们的意念。举一个例子，过生日的时候会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，这个环节就是许愿。每当这个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会屏息凝神，等待寿星默默地许下埋藏在心中对未来的期盼，并祝福这个期盼能够早日实现。那么谁不希望自己能心想事成呢？因为心想事成应该是所有祝福中最美的一个了。但是怎么样才能心想事成呢？很多人都会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甚至是寄托在想象中有着超能力的神的身上。殊不知其实我们自己就有这种超能力，这种超能力就叫做意念。意念是一种力，人们常说相由心生，中医讲病由心生，这里所说的心就是意念。如果我们经常的思人恩德，想人的好处，那么这叫做聚光。而光是向上走的，表现在脸上就是微笑。微笑的脸是元宝型的，嘴巴呢像莲花一样，那么此人必定会多福多寿。懂的人都知道，找风水要找源头。然而孝亲祭祖便是风水的源头。通俗一点说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的生命是从父母祖先那里来的。那么我们的父母祖先是什么呢？其实他们就是我们的根。一个家族如同一棵树，我们给树浇水的时候要浇到根上，只有这样才能根深蒂固。因为根深蒂固，自然枝叶茂盛，最终参天如盖，家族兴旺。所以人的福报来自于哪儿呢？其实就是来自于孝顺父母，敬重祖先。要知道我们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文明呢？中国人为什么对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的认同感这么的强烈呢？连死都要叶落归根呢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心底里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，
我们有着共同的老祖宗，我们的凝聚力和生命力都来自于这里。一个家庭和家族敬重自己的祖先，作用也是一样的。这样的家庭更加的团结，能够互相帮衬，自然也就更容易兴盛。此外一个人孝亲重祖，是因为这个人不忘根本，懂得知恩图报。那么这样的人也更容易成就一番事业。祖先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根。我们看这个树，树根不动，树枝再怎么摇摆，摆了一会儿过后就会停下来。但是树根一旦动了，那么这个树连根拔起就死掉了。所以根很重要。古时候一般的家庭教育通通都有。古时候有祠堂，你到祠堂里面去看看你的家谱，家谱里面就有家规家训。这一个家族从老到小，人人都必须遵守。祖宗的教训不能违背，违背了是大不孝。然而现在没有了，祠堂没有了，家谱也没有了。没有祠堂，没有家谱，人就对家没有感情，他不爱这个家。如果知道家庭的历史源远流长，从几千年一代一代记录下来，到你自己通通都能看得到，那么你对家就能够产生爱护的心。所谓的伦常道德就是从这里面扎根的。所以中国人一生最大的事情就是祭祖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，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。我们大家不妨想一想，远古的老祖宗我们都能念念不忘，那么眼前的父母爷爷奶奶又哪有不孝顺的道理呢？所以论语上夫子说慎终追远，而祭祖就是追远，追念过去的老祖宗，然后民德归厚。也就是说，老百姓的德行社会风气就会厚道。正所谓家和万事兴，而风水讲究的是福人居福地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是一个福人，你住的地方就一定是福地。如果你住的地方不是福地，你也能把它筑成福地。所以最重要的风水要从自己改变，自己改变要从心去改变，而心要想改变，首先你的意念要正。只有这样，由风水而引起的各种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。我们一般老百姓只知道风水养人，却不知道人也能养风水。要知道，付出的越多，福报就越来越多。你的感恩越多，你的顺利就越来越多。你帮助别人越多，你的贵人就越来越多。相反的，你的抱怨越多，你的烦恼就越来越多。你的怨恨越多，你的疾病就越来越多。正所谓越是爱占便宜的人，往往越是贫穷的人，而越是布施的人呢，越是富贵的人。宇宙是真空的，宇宙也是平衡的，一切都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。你种下了宽容，那么就会收获博爱；你种下了愉悦，自然会收获快乐；你种下了满足，必定收获幸福。世间的万物都是相互的，你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。感恩大家，我是尤波。